很多人退休之后闲来无事，开始在家学佛修行，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说明大家有善根，想要求个心安。可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越修越执着，越修越痛苦，不仅自己过得不开心，还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完全搞错了方向，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修行，稀里糊涂的就犯了居家修行里头最致命的几个大忌讳。这几件事啊，你只要沾上了一件，那就是在家里头给自己贴催命符，把你辛辛苦苦修来的那点微薄福报漏得干干净净。今天我就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捅破，好好把这其中的道理理顺。咱们先说这头一件绝对不能干的事。各位老朋友，你们自己先在心里头掂量掂量，看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有的人啊，觉得自己现在念经了，吃素了，或者跑了几趟大庙，拜了几个名气很大的师父，拿了个什么皈依证，心里头就觉得踏实了，觉得拿到了免死金牌，他觉得哎呀，我现在是修行人了，我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了，菩萨肯定得护着我。结果呢，转过身回到世俗生活里，他的脾气比以前还要大，做事比以前还要绝，整个人变得肆无忌惮。你想想看，在生活里是不是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人，在佛堂里头刚恭恭敬敬地磕完头，站起来接个电话就开始算计别人，或者前脚刚念完一卷经，出了门就为了几毛钱的利益，跟菜市场的摊贩吵得不可开交。还有些老头老太太觉得自己天天念佛，那是家里的功臣，是家里最高尚的人，对儿媳妇对儿子指手画脚。他心里头有个什么潜台词呢？他觉得反正我每天念佛，我偶尔做了点错事，占了点小便宜，发了点脾气，菩萨是会原谅我的。我晚上多念2遍咒语，多敲2下木鱼，就把这个业障给消了。诸位啊，大错特错。我常常讲，天地之间有个最根本的规矩，叫做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你以为修行是跟你做买卖吗？你干了坏事，起了恶念，造了口业，拿几句符号就能轻轻松松抵消了？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中了毒草，它必然结出毒果，这是自然规律。你借着自己是个所谓修行人的名头，在世俗生活里头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觉得有菩萨当靠山，这就是典型的轻视因果。我告诉你们，这种人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容易遭灾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修行的时候还是个普通人，糊里糊涂的，犯了错那是无明。你现在自称修行了，懂了一点皮毛道理，却把因果报应抛在脑后，这就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早就讲得明明白白，人这一辈子起心动念全是有记录的，你发出去的每一个恶念，你做的每一件亏心事，它都会形成一股气机，一股恶波。这股气机在这天地间转一圈，最后必定还要砸回你的头上。有很多老朋友总是抱怨家里风水不好，要花大价钱去找人调理。你轻视因果，每天在家里头肆意发脾气，造口业，算计人，你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破坏风水的源头。你想想看，人老了，气血本来就衰弱，你心里头没有一点对天地的敬畏，遇到点不顺心的事情就火冒三丈，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反正我天天念经，菩萨保佑我。你这一发火，在家里头摔盆打碗，
或者指着儿女的鼻子破口大骂，这个恶念一动，你身上的气机马上就乱了。中医讲怒伤肝，你造了口业，伤了和气，不仅把家里的风水财气赶跑了，更是把自己的精气神给折腾没了。结果你跑到医院去查，一身的病痛，回过头来还要怨天尤人，说佛法不灵验，菩萨不显灵，这真是愚痴到了极点。有些人觉得因果报应那是讲给别人听的，是用来吓唬那些大奸大恶之人的。他们忘了因果是宇宙的物理法则，就像你把石头扔到天上，它一定会掉下来砸到脚一样。不管你是穿西装的还是穿粗布衣裳的，不管你是每天吃大鱼大肉的还是吃常斋的，在因果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特权。你今天欺负了老伴，明天刻薄了儿女，后天占了邻居的便宜，你以为没人管，老天爷看得清清楚楚。你每天在生活里种恶因，却妄想着靠几根香几句佛号求得好报，这就是极度的自欺欺人。所以这第一条要命的禁忌，就是失去了对因果的敬畏之心，把修行当成了自己可以肆意妄为的护身符。这种念头只要不断，你修一辈子也是白搭，只能是越修越苦，家宅越来越不宁。既然明白了不懂因果有多可怕，那紧接着我必须得点醒你们，这第二件绝对不能干的糊涂事。很多人避开了第一张催命符，却一头栽进了第二个大坑里还不自知。什么坑呢？就是死死地抓住那个修行的外在形式不放，却把修行的这颗心，这个最根本的实质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要晓得，现在很多在家里头学佛修行的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犯一个毛病，心思全用在面子上了，喜欢攀比。比什么呢？比谁脖子上挂的那串老山檀香念珠贵，比谁家里请的菩萨像大，比谁一天磕头磕得多，比谁跑的道场多，认识的师父名气大。他觉得这就是修行好了，只要今天没念够10000声佛号，心里就慌得不得了，觉得今天功课没做完，佛菩萨要怪罪了。可是呢，你真去看他过日子，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媳妇下班回来忙得焦头烂额，锅里正烧着水，孩子又在那儿哇哇大哭，想让他帮忙看一眼小孙子，他马上翻脸瞪眼，很不耐烦地说：哎呀，没看到我在做晚课吗？没看到我正在打坐吗？我的清净心都被你们这些俗人给搅和了。遇到这种人，我真是哭笑不得。讲到这里，我给你们讲一段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真实历史，你们仔细听懂了，就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了。明朝的时候，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圣人叫王阳明。有一天，王阳明去一座大寺庙里游玩，听和尚们议论，说后院有个僧人正在闭关。什么叫闭关？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头，3年不开口说话，也不见任何人，天天就枯坐在那里打坐。周围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和尚了不起呀，定力太深了，一点凡尘俗念都没有，这肯定是个得道的高僧啊。王阳明一听不以为然，他跑到那和尚的关房门前去探望。那和尚正闭着双眼，像块没有生机的枯木一样坐在那儿，还真有一股子高深莫测的架势。王阳明看了一会儿，突然凑过去，就在那和尚耳边问了一句大白话：和尚，你老家里
还有什么人啊？这和尚本来修了3年闭口禅，发誓不说话的，被这么冷不丁一问，可能是心底里那根最深处的弦被拨动了，本能地回了一句：老家里还有个老母亲。王阳明紧接着又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那你想老娘吗？你想想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啊！和尚在小黑屋里关了3年不见天日，突然被人触碰到了，心底最柔软最牵挂的地方，那和尚眼眶一红，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这个时候王阳明突然一声大喝，毫不留情地骂道：你这种做法违背天理，断绝人伦，你强行压抑着自己对亲生母亲的感情，把自己逼得像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像一段枯木死灰。你觉得这就是修行吗？这就是得道了吗？简直是荒唐至极。王阳明这一声大喝如同当头棒喝，当场就把这个和尚给骂醒了。和尚大哭一场，收拾包袱回家奉养老母亲去了。诸位老朋友啊，你们仔细回味回味这个公案，王阳明骂的仅仅是那个和尚吗？不是的，他骂的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个只知道做表面文章却丧失了活生生的人情味的人啊！你们想一想自己，或者看看身边的老姐妹老哥们，咱们现在多少在家修行的人活生生把自己修成了当年那个坐在小黑屋里的和尚。有的人在家里头为了守那个吃斋吃素的形式，一家人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他非得嫌弃别人吃肉造业，他单独弄一套碗筷，跟防贼一样防着家里人。别人不小心拿公筷夹了一筷子鱼，碰到他的青菜，他就拿眼睛瞪别人，嘴里还要长长的叹气，搞得一桌子儿孙战战兢兢，好好的一顿饭咽都咽不下去。老伴在外面受了委屈，生了闷气，想跟他唠2句家常，寻求点安慰，他倒好，把眼睛一闭，手里捻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理都不理，心里头还嫌弃老伴，身上有红尘的俗气，觉得老伴是在干扰他修行。儿女在外面上了1天班，累得半死，回到家想吃口热乎饭，一看老妈还在那儿跪着念经呢，锅也是冷的，灶也是凉的，你要是敢抱怨一句，他还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说你业障深重，不懂得支持他的大修行。我告诉你们，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以为你一天磕1000个头，菩萨在天上就拿个小本本给你记一笔账，年底给你发个奖状，你以为你念经念得嘴皮子都破了，但对待身边的亲人却冷若冰霜，你就功德无量了。那是自欺欺人。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到底修的是什么？修的是你这颗心，修的是慈悲，是智慧，是圆融。你连家里生你养你的父母同床共枕大半辈子的老伴，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都不懂得去心疼，不去体谅他们的难处，你跑去说你要大慈大悲去爱众生，跑去拜一尊泥胎木塑的菩萨像，这不是颠倒妄想是什么？你那根本不叫修行，你是在逃避，你是借着修清净的名义逃避你在家庭里作为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的正常责任。你把自己的心修成了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别人一碰你，你就拿那些条条框框的修法规矩去扎别人的手，
你觉得这是清净无为，其实那是极度的自私自利，这就叫执着形式，忽略实质。你把日子过得冷冰冰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家里的活气儿全被你掐断了，这风水能好得起来吗？真正的修行从来不在名山大川里，也不在几万块钱的沉香念珠里，就在你家那个油烟四起的厨房里，就在你每天面对老伴儿女的脸色里。你把买高香的钱省下来，给孙子买个玩具，你把念经的时间分出一小半来，心平气和的给下班回家的儿女做顿可口的饭菜，你的脸上有笑容，家里头有温度，你那个小小的厨房就是十方三世最好的道场，你为家人省的那一碗热汤就是你最大的功德。别把日子过反了，把形式当成了护身符，把家人当成了冤亲债主，你这就是在亲手毁掉自己的家运啊！既然说完了，在家里头做表面文章，把心修得像石头一样冷冰冰的糊涂事，紧接着咱们就得顺着往下扯出这第三件绝对不能干的要命事。很多老朋友啊，他倒是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他挺热闹的，但他在外在形式上走向了另外两个极其荒唐的极端。哪两个极端呢？一个是把家里的菩萨当成了没有知觉的摆设，毫无敬畏；另一个就是满脑子迷信，把菩萨当成了可以花钱收买的贪官。咱们先说这头一个，我常常去一些老朋友的家里做客，一进门，好家伙，家里请了一尊很大的菩萨像，弄了个很气派的佛龛，可是你仔细一看，放的位置和家里的那个氛围简直是一塌糊涂。有的老太太觉得菩萨就是管家里的，吃喝拉撒的，要把菩萨安置在接地气的地方，结果就把佛龛安在厨房旁边，甚至直接正对着饭桌，每天在那炒菜起油锅，那个油烟子葱蒜的味儿天天往菩萨脸上扑，佛龛积了一层厚厚的油垢，大半个月都不去擦一擦，他每天还照样装模作样的站在那儿点3根香。还有的呢，把佛像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觉得这能镇宅，结果呢，老两口天天就在这佛像跟前，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在那儿互相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倒。还有更离谱的，一到周末，家里来了一群老牌友，就在佛龛底下的桌子上打麻将，抽烟的抽烟，大声吆喝的吆喝，哗啦哗啦搓麻将的，声音震天响，一边打牌一边还在那儿聊东家长西家短的烂八卦。这种现象在咱们世俗生活里太多了，对不对？你们要晓得，虽然菩萨更不会因为你在跟前抽烟打麻将就气得显灵下来打你的板子，但老祖宗为什么千叮咛万嘱咐教导我们在家里供佛要恭敬要庄严？佛法讲得很清楚，你供的不是那块木头，你供的是你自己内心里的那份敬畏佛龛，那就是你内心的镜子。你连摆在眼前的菩萨像都不懂得恭敬，在菩萨面前都敢肆意造口业，生嗔恨心，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头压根就没有一点点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之心。人一旦没了敬畏，胆子就大了，什么自私自利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干。你在菩萨面前吵架赌钱，你散发出来的全都是充满戾气和贪婪的恶波。这些恶波不仅冲撞了家里本来清净的磁场，更是直接反弹到你自己的身上，你的子孙身上。这种供奉不但没有为你积攒半点功德，反而是天天在折损，
你自己的福报，因为你心里头不踏实，只知道磕头却不知敬畏，所以紧接着你就很容易掉进另一个大坑里去。这也是我今天必须要骂醒你们的地方，满脑子的迷信盲从，把神明当贪官。我告诉你们，这是现在中老年朋友里最普遍最让人痛心的一个毛病。很多人前脚刚在佛堂里给菩萨恭恭敬敬地磕完头，后脚出了门就去找个算命的瞎子，或者找个看风水的大师，问问自己今年这运气到底行不行啊？问问家里的孙子能不能考上个好大学啊？今年是不是犯太岁啊？要不要花大价钱买个什么开过光的珠子，画个化煞的符啊？甚至有些老太太拿着儿女辛辛苦苦在外头打拼赚来的血汗钱，大把大把的捐给那些打着幌子骗钱的假神仙、假大师，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为什么会被骗？因为你贪。你虽然嘴上念着佛，但你根本不信因果，你不信自己种善因能得善果，你总想着走捷径。你去拜佛，真正的正信是为了开启自己的智慧，是为了看破放下，来亲近自己的内心。可是你去找人算命、改风水、画太岁，那是满脑子自私自利的贪欲。你把佛菩萨、把天地神明当成了什么？你把他们当成了可以用几根高香、一点香火钱就能收买的贪官污吏啊！你带着这种做交易、占便宜、走捷径的心态去修行，你怎么可能修得好？真正的修行是教你认识宇宙人生的规律，告诉你命由己造，福自己求。可是迷信呢？迷信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家里的风水拱手交到别人嘴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今天听这个大师说家里沙发摆错了方向会破财，你赶紧回家累得气喘吁吁，拉着老伴把沉甸甸的沙发换个方向。明天听那个大仙说门口有个煞气，你赶紧去买个八卦镜挂上，折腾来折腾去，自己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家里人看你像看个神经病一样，三天两头跟着你提心吊胆，你家里的好风水、好契机全被你这种焦虑、贪婪和盲从给折腾散了。修行，首先要修的是正知正见，你连基本的是非对错都分不清，脑子里全装的是怎么不劳而获，怎么靠外力改变命运的迷信思想。那你家里摆再大的佛龛，你念再多的经文，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越是心外求法，越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算命打卦上，你的心就越乱，你身上的那个气场就越浑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倒霉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容易找上门来。既然说到有人把修行当成了跟老天爷做交易，那么顺着这个话茬，我今天必须给你们揭开这第四件绝对不能干的糊涂事。这第四道催命符藏得极深，不仅伤天害理，而且最容易让人走火入魔。这是什么呢？那就是嘴里念着阿弥陀佛，心里头却装满了算计和极其阴暗的邪念。你们要晓得，咱们刚才讲的那些跑去算命、看风水的人，顶多也就是个贪子，贪点小便宜，求个自保，或者希望家里顺遂一点。可是这第四种人呢，那是真正的心黑，他们表面上的功夫做得比谁都足，不管走到哪里，手里总是盘着一串名贵的老山檀香念珠，嘴巴里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念个不停，看着简直像个活菩萨。可是你如果能有一双慧眼，扒开他的心肝脾肺肾，
去看看，你就会吓出一身冷汗。他那肚子里装的全是刀子，全是毒药，全是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狠毒心思。我给你们讲一个事，你们听完了自己去对号入座，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认识一个做生意发了家的老总，今年60多岁了，刚把手头的买卖交接给儿子，自己退休，在家里享清福。这老头子觉得前半生在商海里打拼，可能得罪了些人，沾了点业障，晚年了嘛，就开始大张旗鼓的修行。他在自己那栋大别墅里专门腾出一间朝南的大通房，装修的金碧辉煌，供上了佛像。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雷打不动，要在佛堂里闭门念10000声佛号。外人一看，哎呀，老李真是大善人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可是他这10000声佛号是怎么念的呢？他每天舒舒服服地盘着腿，坐在软绵绵的蒲团上，嘴里机械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脑子里却像放电影一样滴溜溜地转着各种算计。他在盘算什么？他在盘算家里的家产怎么分。他想，大儿子最听我的话，以后公司的股份全给他。二儿子前2天居然敢顶撞我，哼，阿弥陀佛，我要改遗嘱，1分钱都不给他留，让他带着老婆孩子去喝西北风，让他知道老子的厉害。念着念着，他又想起了当年生意场上的一个老对手。听说那个老对手最近得了重病，在医院里躺着下不来床了。这老李心里头那个高兴啊，简直乐开了花。他跪在菩萨面前连连磕头，心里默念菩萨显灵啊，菩萨显灵，阿弥陀佛，让他赶紧破产吧，让他那个公司赶紧倒闭吧，这样我儿子的公司就能把他的客户全抢过来，咱们一家独大了。诸位老朋友，你们听听，这叫什么修行？这就叫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其实这老李根本不是心散乱，他是心太毒了。你想想看，菩萨是什么？佛法讲得很清楚，菩萨是平等看待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慈悲父母，在菩萨眼里，你老李是他的孩子，那个生病的老对手也是他的孩子，那个顶撞你的二儿子也是他的孩子。你现在跑到大慈大悲的佛菩萨面前磕着头，祈求菩萨去帮你惩罚。另一个孩子祈求菩萨当你的私人保镖，当你的打手，帮你去抢别人的饭碗，把别人往死里踩。你这不是在念佛，你这是在侮辱佛法啊！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老祖宗早就说过，天地之间有一股气机，万事万物都有个感应。你心里头起了一个念头，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它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一股实实在在的能量波。当你满脑子都是嫉妒怨恨算计别人的时候，你从身体里发散出来的就是一种极其阴暗极其浑浊的毒气。你在佛堂里嘴上喊着佛号，心里却向天地宇宙发射这种恶毒的电波。宇宙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它不管你嘴里喊的是什么口号，它只认你心里发出的那股真实的能量。你把这股恶毒的想要搞垮别人的能量波打出去，撞到宇宙这面大墙上，它不但不会去伤害你的对手，反而会成倍的反弹回来，结结实实的砸在你自己的头上，砸在你的家宅里。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老李每天念10000声佛号，家里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他满脑子要把二儿子赶出家门，结果导致几个儿女为了争夺家产
如同仇人相见，甚至闹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把个好好的家败得乌烟瘴气。他心里头咒别人破产，结果他自己身上那股阴暗的气机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给毒坏了。没过2年，自己就得了严重的肝病，每天躺在病床上痛苦哀嚎。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唯心造，命运的好坏，风水的吉凶，从来不是菩萨赐给你的，也不是谁强加给你的，全是你自己这颗心变现出来的。现在有很多老头老太太坐在小区楼下晒太阳，手里攥着佛珠，嘴里念着阿弥陀佛，眼睛却死死盯着走过去的。邻居心里暗暗诅咒，看他穿得花枝招展的，老了还这么作怪，肯定不是好人。阿弥陀佛，最好出门就摔一跤，或者看到别人家买了好车，儿子出息了，心里直泛酸水，有什么了不起？指不定是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弄来的钱。阿弥陀佛，早晚要倒霉。你们要晓得，一旦有了这种念头，你念的每一声佛号都在变成穿肠毒药，你把你的心脏变成了一个专门制造毒气的垃圾场。这股毒气发散不出去，最先毒害的是谁？是你自己的身子骨，是你自家的风水局。你天天在家里在外面散播这种刻薄恶毒，见不得别人好的气场，你家里的财气福气早就被你吓跑了，好运势全被你给截断了。所以这第4件绝对不能做的事，大家一定要在心里头刻下深深的烙印。咱们老了退休了，在家里学点老祖宗的智慧，念念经，这是大好事，能让心里头平静。但是千万别搞那种两面派，不能表面上是个老修行，背地里却是个蛮腹牢骚，一肚子坏水的刻薄鬼。你如果不把心里头那个见不得人好的毒根给彻底拔掉，你就是把天上的神仙全都请到家里来工作，也救不了你家的衰运。既然你把心里头那个见不得人好的毒根给拔了，不再在暗地里算计别人了，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修行就圆满了，家运就顺了？我告诉你们，还差得远。这就引出了咱们在家修行绝对不能干的第5件糊涂事。这件事分里外两层，很多人天天在犯，不仅把好不容易攒下的福报漏个精光，还在家里头修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定时炸弹。什么炸弹呢？在外面管不住嘴，结交恶友漏福报，在家里管不住心，生出了高人一等的傲慢心。咱们先说这外头的一层，一听到结交恶友这4个字，很多老朋友可能要连连摆手。南师啊，我都是个快70的老太太了，每天就是买菜做饭带孙子，我哪里会去结交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人哦？你们要晓得，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恶友根本不是指那些手里拿着刀枪的强盗，也不是指监狱里的犯人。在咱们居家过日子的修行里头，什么是恶友？凡是消耗你精神的，凡是把你本来看破放下的心又搅和得乱七八糟的，凡是拉着你一起抱怨，一起嫉妒，一起说人闲话的，这全都是你修行路上的恶友。你想想看，你每天早上在家里头洗完脸刷完牙，干干净净的坐在佛龛前面，点上一根香，安安静静的念了半个小时的经，那个时候你心里头觉得特别清净，满心欢喜，看谁都觉得挺顺眼。结果呢，你提着个布袋子下楼去买菜，或者去小区花园里散步，大树底下几个老姐妹老哥们正凑在一起家长里短，你一走过去，人家就开始拉着你
倒苦水了。这个老太太说，哎呦，你看我那个儿媳妇懒得像头猪一样，昨天晚上连个碗都不洗，天天就知道拿手机买东西。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家教。那个老头接着说，可不是嘛，哎，你们听说了没有？隔壁3楼老王家的儿子又离婚了。我看啊，就是那女的不安分。你本来清清静静的一颗心，一听到这些话，那个八卦的心眼子马上就活络起来了，你也跟着凑上去。哎呀，是真的吗？我就说老王家那个媳妇看着面相就不对嘛。聊着聊着，你也开始跟着抱怨自己家里的那点破事，嫌老伴身上有味儿不洗澡，嫌孙子太调皮不听话。聊了半个多小时，你提着菜篮子回家，一进门看见儿媳妇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你心里的那个无名火腾地一下就冒出来了，怎么看她怎么不顺眼。我告诉你们，这就叫被恶有污染了你的磁场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人老了，身体里的精气神本来就不够用，你修心念佛就是在把那些散掉的精气神给慢慢聚拢回来，就像在漏水的缸里一点点的蓄水。可是你跑到楼下扎进那一堆充满怨气、嫉妒、是非的人堆里，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个巨大的漏斗啊！那一群人满脑子都是贪嗔痴，满嘴都是对生活的不满，发散出来的全是负能量的恶波。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就像一块干干净净的海绵被扔进了臭水沟里。你早上在佛堂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那滴滴清净的功德水，就因为你这半个小时的扯闲篇说是非，瞬间漏了个干干净净，而且还吸回来一肚子的脏水。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就是要清净身口意。你跟着别人一起骂媳妇，你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嗔恨的种子。你跟着别人传老王家的闲话，你跟着添油加醋，你就在自己的因果簿上狠狠地记了一笔口业。这种口业是最伤福报的。你以为你只是顺着别人的话随便说说，其实你是在随喜造恶业。你带着这一肚子的烂八卦和别人的怨气回到家，你的脸色能好看吗？你跟老伴说话能轻声细语吗？你家里本来和和气气的风水，全被你从外面带回来的这股子阴暗气机给破坏了，这就是在严重漏福。听到这里，有老朋友可能说，好，南师，那我以后下楼谁也不理，我就待在家里闭门不出，我不去结交恶友了，这总行了吧？那你可要注意了，这紧接着就是这件糊涂事里最可怕的另一半，狂妄自大，犯了我慢。很多人把外面的恶友是挡住了，但他自己却变成了家里最大的毒源。为什么？因为他修了几年，念了几本经，吃了几年素，突然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高人一等了。他觉得全天下就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别人全都在红尘里打滚造孽，这就是典型的傲慢。我给你们举个最实在的例子，有个老太太退休后在家里闲着没事，开始跟着别人学佛吃素。本来这是修心养性的好事，结果呢，她修出了一身不得了的优越感。每天一到吃饭的点，这老太太就拉长着一张脸，老伴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剧，她过去啪的一下把电视关了，冷冰冰的训斥道，一天到晚就知道看这些没用的，消耗福报。你看我天天在听经闻法，你再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儿子儿媳妇周末好不容易休息，想吃条红烧鱼补补身子，他端着一碗清水煮白菜，坐在旁边直翻白眼，哎呀，造业啊，杀生啊，
你们吃这些满肚子都是众生的怨气，将来要下地狱的，连累我也跟着你们倒霉。他天天在家里这么念叨，这么指责，像个高高在上的判官一样。结果没出半年，老伴干脆不回家吃晚饭了，宁可去街边吃碗清汤面。儿子儿媳妇连周末都不敢带孙子回来，生怕一进门就要听他那套说教，整个家冷冰冰的，像个冰窖，一点活气儿都没有。他倒好，一个人跪在佛像前，一边敲木鱼，一边抹眼泪哭诉：菩萨，我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啊，他们怎么就这么冥顽不灵呢？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怎么就摊上这么一家子业障深重的人？诸位老朋友，你们想想看，这叫修行吗？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修的是慈悲喜舍，是平等待人。你现在倒好，吃了几口素菜，念了几句经文，就拿一把道德的尺子，天天去量老伴，量儿女，你的眼神里充满了鄙视，你的嘴巴里全是刻薄的定罪，你把整个家搞得乌烟瘴气。你觉得你是在发善心，其实你心里全是极其强烈的控制欲和傲慢心。老祖宗讲满招损谦受益，你那个心眼儿都已经被傲慢给填满了，水泼不进，针扎不透，菩萨的智慧怎么可能进得去？真正的修行人看谁都是菩萨，看谁都觉得可亲可爱。只有修偏了的人才会看谁都觉得是业障凡夫，处处觉得别人不如自己。你带着这种傲慢在家里头称王称霸，把亲人都推得远远的，这就是在亲手掐断你们家的福脉啊！好了，咱们把这5张催命符，这5个大坑全给你们挖出来了。可是啊，听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可能背上都要出冷汗了，觉得这几条拳中啊，有人肯定要在心里犯嘀咕：男士啊，既然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这家里头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我们这把老骨头，晚年的气运到底该怎么去转呢？我告诉你们，不要怕，我今天把这些病根给你们挑破，不是为了吓唬你们，而是为了给你们开药方。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教个底，教你们4招不花1分钱，不求任何人就能干的转运法。你们把这4招听进去，回去踏踏实实的照着做，家运马上就能改过来。这第1招专门破你们那个执着形式，只重外表不重实质的毛病，叫洗碗扫地的观心法。很多人总是发愁，哎呀，我家里房子小，买不起大别墅，没有个干净的大房间专门供佛，连个磕头的地方都施展不开，这是不是对菩萨不敬啊？这是不是没法修行了啊？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真正的修行根本不需要你非得坐在什么高大上的蒲团上，你的洗碗池就是你的道场，你的扫把就是你的法器。你想想看，你每天站在厨房的水槽边洗碗的时候，你是不是一边洗一边满肚子牢骚，抱怨老伴吃完饭一推碗就去看电视，抱怨儿媳妇吃现成的还不来帮忙？你带着这股怨气洗碗，洗出来的全是毒水，你把这毒水倒进下水道，你家里的磁场全是阴暗的。现在你把念头转过来，你就在心里清清静静的想，我今天洗这个油腻腻的碗，就是借着这干净的自来水洗刷掉我自己心里的自私贪婪和业障。你每天拿着拖把拖地的时候，你也别觉得委屈，你就想，我这不是在干苦力，我这是在扫除家里的晦气，扫除我心里的烦恼。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叫借境修心。你这样干活，
你心里头没有一点点怨气，反而是越干越欢喜，越干越亮堂。你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了，你心里的尘土也扫干净了，你家里的气机马上就变得通透无碍，财气福气自然就聚拢过来了。这第二招呢，叫和光同尘的烟火法，这专门破你那个狂妄自大和看不起家人的傲慢心。就像咱们上面讲的那个嫌弃家里人吃肉的老太太，你怎么跟家里那些不信佛不吃素的亲人相处？你要晓得，不是全天下人都得按照你的规矩来过日子，你要包容他们，你吃你的青菜豆腐，这是你的发心好得很。但你老伴干了一辈子重体力活，他今天就想吃口红烧肉，你怎么办？你能不能和颜悦色地提着菜篮子去菜市场给他挑一块好肉，回来高高兴兴地给他洗干净炖上？你一边在锅里炖着肉，一边在心里默默念一句佛号。你想，老伴啊老伴，你现在还没这个因缘吃素，我先伺候你吃好喝好，让你心里痛快，咱们结个好善缘，愿你吃得欢喜，身心健康。等你把这盘热腾腾的肉端上桌，你不生烦恼，不居高临下的去骂他造业，这盘肉里就没有你那股子冷冰冰的怨气。你不仅填饱了老伴的肚子，你还暖了他的心，这就是在行菩萨道啊。佛法讲得很清楚，菩萨总是先满足众生的愿望，再慢慢引导他们。你把家里人伺候得舒舒服服和和气气的，这比你板着脸在佛前磕10000个头都要管用得多。菩萨在天上看了都要对你竖大拇指。第3招叫守住嘴巴的清净法，这招专门破你结交恶友和盲从迷信的毛病。晚年了，咱们这身老骨头里还剩下多少精气神？怎么护住家里的福报不往外漏？少去楼下扎堆。你下楼去散步去买菜，听到大树底下几个老太婆老头子在那儿嚼舌根，说东家长西家短，说谁家儿媳妇不孝顺了，说谁家儿子做生意赔本了，你怎么办？你就当自己是个聋子，人家非要拉着你的胳膊问，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你就笑呵呵的打个哈哈。哎呀，我这老花眼什么都没看见，我耳朵也背，锅里还炖着汤呢，得赶紧回去了。这就行了，赶紧脚底抹油走人，不去听那些乌七八糟的闲话，不管别人的闲事，更不去算命打卦，只死死地管住你自己的嘴，把你本来要用在看热闹生是非上的精气神全都收摄回来，用在给小孙子讲个好听的故事上，用在跟老伴互相捶捶背上，用在把家里的阳台花草收拾得干干净净上。你能守得住这份清净，不往家里带一丝一毫的邪风烂气，这就是天下第1等的好风水。最后这第4招也是最难过的一关，叫面对儿女的还债法。这招是专门破你不信因果的愚痴。咱们这代人啊，辛苦了一辈子，最头疼的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女。有的儿女不懂事，不仅不来看望你，甚至到了30-40岁还来啃老，要你拿退休金去贴补他们的窟窿。很多老人家气得整夜睡不着觉，血压都上来了，天天在菩萨面前哭，诉求转运。我告诉你们，儿女是干什么来的？佛法讲得很清楚，儿女跟父母的缘分，说白了就是4种：报恩的、报怨的、讨债的、还债的。他今天来啃老，来气你，来折腾你，那绝对不是偶然的，那是你宿世欠了他的因果啊。遇到这种讨债的儿女，咱们实操中到底该怎么办？你就在心里头把这个账给算平了。
你有多大能力就帮他多少，真帮不了的。狠下心来，闭嘴放手。关键是你的心里头，把你心里那股他怎么这么不懂事，我怎么这么倒霉，我养了个白眼狼的冲天怨气，转变成一种还债的心态。你就想，这都是因果，这是我在还上辈子欠他的债，今天我给他拿了1万块钱，哎呀，太好了，我又还清了一笔，等我还完了，咱们就两清了。你念头只要这么一转，不再觉得委屈，不再觉得愤怒，你心里的那个死结瞬间就解开了，你心里没怨气了，你家里的磁场就不冲突了。再还清的那一天，这个恶缘自然就化解了，家宅也就彻底安宁了。你们要晓得，修行哪里是去深山老林里找神仙，修行就是把你这颗心安顿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俗生活里，洗碗做饭散步，面对讨债的儿女，处处都是道场，处处都能积福。你把这4招练熟了，你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你的晚年想不顺遂都难。好了，今天咱们坐在一起，不知不觉我给你们掏心窝子，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在座的诸位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可能不太好，有时候道理听着挺明白，转头去厨房炒个菜的功夫，可能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败家运的糊涂事，你们打死都不能再干了。这几招救命的方法，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第一，千万别以为自己念经吃素了，就拿到了什么免死金牌，因果报应面前人人平等。在家里绝不能借着修行的名义肆意妄为，乱发脾气。第二，别把自己修成了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对老伴儿女冷冰冰的，那叫极度自私，根本不叫清净。第三，对家里供的菩萨要有敬畏心，绝不能当成你发财升官的交易筹码，更不能到处找人算命看风水，搞迷信盲从。第四，念佛的时候心要正，绝不能一边敲着木鱼，肚子里一边全装着算计别人，见不得别人好的毒药。第五，躲开楼下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圈子，管住嘴巴少造业，更千万别在家里修出个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整天看不起你家里那些不信佛不吃素的亲人。这几道催命符你躲开了，接下来该怎么干？我告诉你们，解药全在你们的日常生活里，一点都不难。洗碗扫地的时候，在心里想着洗去业障烦恼，扫除内心尘土。老伴要吃肉，你欢欢喜喜和颜悦色的去菜市场给他买给他做，这叫和光同尘的包容。听到别人传闲话赶紧走开，时时管住自己的嘴，把精气神收摄回来。遇到儿女不听话，甚至来啃老，咬咬牙，当成是自己宿世欠他的，心平气和的去还债。你把这几步踏踏实实的照着做了，这就叫真修行。你们要晓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好风水，也没有哪路神仙能凭空把你命里的苦难全变走。最好的风水是什么？根本不用你花大价钱去请什么大师看，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这颗干干净净和和气气的人心。最大的改命是什么？就是你把脑子里那些自私的、恶毒的、傲慢的念头转变成慈悲的、宽容的、欢喜的念头。你把念头转过来了，你的行为就跟着变了。行为变了，你每天在家里造下的因就变了。因变了，你晚年的好果报，你子孙的福报自然而然就跟着来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一点都不玄乎，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最核心的智慧。诸位老朋友，今天咱们有缘分在这里结下这个善缘，
如果你听了我刚才讲的这番大白话，觉得心里头亮堂了，觉得我说到了你的心坎里，对你晚年过日子，对你们家里的气场有实在的帮助，那我拜托你一件事，请你动动手指，把今天这篇内容转发给你的老哥们老姐妹，发给你的亲人朋友。你想想看，你身边的那些老朋友可能现在正深陷在迷信里头出不来，可能正因为傲慢跟儿女闹得水火不容，天天在家里抹眼泪生闷气。你把这番道理发给他们，你的一句提醒，一次分享，可能就点醒了一个糊涂人，让他少造了一场口业，少走了一条弯路，甚至挽救了一个原本要散掉的家。这就叫真正的法布施啊！咱们老祖宗常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把善念传播出去，帮助了别人，你就是在为自己，为你的儿孙积攒无穷无尽的阴德。最后，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对你有启发，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点的赞，我希望你们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善言，不管是一句心宽福自来，家和万事兴，还是福有心造，得留子孙，都请你亲手敲在评论区里。我常常讲，佛法讲得很清楚，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巨大的能量的。当你在这个评论区里敲下这句充满善意的话时，你心里发出的就是极其清净的正向能量波。咱们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老朋友，千万人清净的善念在这里汇聚到一起，它所形成的这个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这股强大的正向磁场最终一定会跨越千山万水，真真切切地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老伴，你的儿女身上，化作保护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最强护盾。